Hello，大家，我今天想跟你们聊一聊，就是男装的时期遇到的男性和女装的时期遇到的男性有什么很大的不同。我为什么突然想到这个主题，就是因为我每次换一个地点的时候，就比如说我在南宁的时候，或者是我回到家的时候，或者是我去哈尔滨的时候，诸如此类，我都会把我的所有的交友软体全部打开，把资料翻新一遍。我所谓的翻新就是刷新一下，看看周遭都有些什么人，或者是 App 上面有什么小红点，我都一定要消除它，就是类似基于这样的一个概念下。然后最近我好久没有打开布鲁蒂了，因为我现在布鲁蒂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作用，但是我又有点舍不得删掉它。然后我今天打开之后，我看了一下，就是上面的那些资料，然后我还特地筛选了一下，比如说我只看零的，我只看一的，我只看不分的，就是这类。然后我惊讶的发现，gay 里头就是符合我择偶标准的好少哦。当然我没有在踩一捧一什么的，我可能就是我想表达的是一种落差感，我没有在踩哪个或者捧哪个哦。我主要表达的是一种落差，就是原来男同志里面能吃到的可称之为菜的男的竟然如此少，你们懂吗？也有可能是因为广西这个地段不太 OK 的原因，可能在偏北方或者山东这类地方，可能或者大城市之类，可能会有很多天菜吧。反正以我广西，以我在我当地，以我老家为例，我打开交友软体，然后打开布鲁蒂，然后看看周遭的全部都是中年，然后偶尔有几个24、25或者是17、18那种，然后身高体重什么的也都不如人意，你知道吗？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而且我清楚的记得我在还是以男性这个身份去跟男生交往处对象的时候，当然我在视频里面所列举到的男性啊，都是互相在把对方当成猎物的，就是我把你纳入我的交往范围，对方也把我纳入是否要交往的那个范围，你们能懂我的区别吧？不是那种普通的就是点头之交或者男同事男同学那种的，那种不在我讨论范围内。然后男生以男生的这个阶段，我自己给我的定位是一个比较偏可爱的猴，然后母灵。我遇到的无一例外都非常嚣张，他们给我的嚣张是他们会隐藏他们自己的嚣张，但是他们的言行举止都透露着一种you know I'm top， 我比你厉害，然后但是我很彬彬有礼，但是你自己一定要清楚你跟我的区别哦的这种感觉，你们能懂吗？然后稍微比较谦卑有礼的基本上外在条件都不会怎么样，就是可能身高跟我差不多，然后甚至体型还要很胖，然后可能因为现在喜猪妹很多，喜猪喜熊很多，就是可能在他们的个人观点里面，他其实是受欢迎的，但在我这边不是，所以我会觉得他们有一种你何德何能的那种感觉。这是我在短发时期遇到的男生的这个圈圈里头给我的最大的印象。然后当我女装之后，我发现我遇到的就是对我释放好感的人，因为我这个人偏被动，我不会主动的去和别人牵起社交的那根线，所以当我女装了之后，主动来找我的男的，我都会默认他是对我有意思。当然，除非那种工作必须的，那我就不会这么自恋了，好吗？但是谁会在地铁上突然过来找你打招呼？谁会在你去医院的时候过来主动的为你介绍哪个科室，即使他不知道你要去哪个科室？谁会在你去超市选品的时候，突然他明明不是销售员，还要过来给你介绍这介绍那？所以我对这个基础上，我把他们默认为对我有意思的男性，应该是无可厚非的。然后不管他们是装的还是真的，至少他们一开始对我流露出的那种尊重和善意，真的是我在男生的阶段，不是男生的阶段，是男装的阶段完全体会不到的。你们能懂我说的那种区别吗？这就是我之前视频里面3番2次提到的，你女装之后，你会真的会感受到社会对你的善意。然后
你女装哈，我女装之后，我身边接收到的男性递给我的讯号，善意、尊重，当然括号我不管他是装的还是怎样的，我当然知道80%的人都是为了跟我发生点什么，或者是想占我便宜，但是这种事情其实是双向的，只要你没有给他机会，那么你永远都是在占对方的便宜。你如果愿意给他机会，那就代表你自己对他也有肖想，你能懂我的感觉吗？你永远是不会吃亏的，在文明社会里。当然他如果要来强的，我作为男人我也有自己的手段 OK， 所以我不讨论这些，我只讨论我看到的表象。然后呢还有什么就是外形上来接受我的不是来接近我的男生哦，真的我女装之后基本上很少再遇到那种175以下的男的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怪不得很多的女性会要求现在男的一定要180，可能是我自己信息闭塞吧。我真的是在我女装之后来接近我的男生，基本上178打底了，好不好？甚至我现在已经潜移默化的觉得，我听到你报身高，你说你178，我都会觉得才178哦。可能是因为我自身本来就不矮，因为以女生的那个标准来说，我170已经很高了。然后我平时一定是高跟鞋7厘米打底出门的，所以我出门之后，我的视觉身高加上我自身比例就非常的 OK。我腿很长，然后我的腿本来就很细，所以我高跟鞋一穿，然后我本身长得又漂亮，脸也很小，头也很小，我肩颈线、直角肩什么都有。我整个人比例就，我跟你们讲，我说我是超模，真的一点都不过分，我就是南宁西厢堂超模 OK。然后可能愿意主动搭讪我的男的，他们自己心里面一定也在权衡我配不配。那么当他愿意走出那一步的时候，那他一定是在权衡中他觉得好，我可以努力一下，所以他们的外形一定是达到了一个标准。也就是说，在我不管是男装还是女装的时候，我认为的你配吗的这种标准的男的，在我女装之后他们都不太敢接近我了，因为在他们的标准里，这种女的他们不配，你知道吗？女神，老子虽然对她会有遐想，但是我不敢，我怕自讨没趣，所以我女装就接触到的基本上都是180、178打底，然后基本上大部分基本幅度都在183到190左右。我甚至有过交往，也不是交往，就是约会过2米多的男生。然后我发现长得高的男的，基本上五官脸型都会有一点点畸变。你们，我虽然这么说有点片面了，但是以我自己身边感受到的范本，确实是这样子。就是如果你的身高过高了，比如超过185了，那么除非你的营养非常的均衡，不然你一定会在脸或者是哪里有点个别的缺失。然后所以我对男生，就是你身高达到一定范围之后，我对你的脸就不会有太多的要求，我就觉得好吧，上帝给你开了个门，一定会给你关一扇窗。但是我有我自己的标准，比如说龅牙了我一定不会要。所以就是基本上我愿意让他接近我的男的，就是各方面条件一定是 OK 的。不好意思 sorry 又跑题了，我真的太爱聊男人了。然后当然长得高的同时长得又帅的男的也有，而且这个基数很大。但是他们会，虽然他们会觉得他们在高攀你，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对自身的那个评定也会比我之前提的那个男的会挑3拣4很多。好，我发现我这个人说多了就会开始有点偏题的倾向。反正就是你如果各方面条件都 OK， 你就会开始挑，然后各方面条件基本达标但是不太 OK 的就会稍微有礼貌一点。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规定，这个潜规则在 gay 圈好像不对，就是只要你是公你就非常的高人一等，我不太喜欢这样子。